中俄两军近期接连举行海上联合2021军事演习和首次海上联合巡航，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特别是中俄海军绕日本巡航的行为令日本高度紧张。日本自卫队全程派出侦察机进行拍照跟踪，甚至一度求救美国。在周四下午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在回应时就指出，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项目，不针对第三方。此次中俄舰艇编队自彼得大帝湾海域出发，横渡日本海，经津轻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穿越大隅海峡后抵达东海海域。联合巡航过程中，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对此高度警惕，持续派 P1、P3C 海上巡逻机和驻守各地的海上自卫队舰艇进行密切跟踪和监视。现在我们已经航行到了西太平洋上，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呢，可以看到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飞机。那么从巡航以来呢，可以说是一路班飞。除了飞机之外呢，他们还派出了多型舰艇，跟踪我编队进行情报收集。日本防卫相岸信夫在周二记者会上就中俄海军舰队几乎绕日本列岛一周的行动表达担忧，称大规模长时间的行动尚属首次，十分罕见，其意图可以认为是向我国示威。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透露，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两国提出此事。日本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我觉得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啊。第一呢，就是我们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些舰艇啊，它距离日本的本土特别的近啊，因为这个考虑到距离的问题来看呢，可能只有5到6海里的距离就接近日本的本土了，那么可以产生一种比较直观的震慑的这种作用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次不是中国单独行动，而是中国联合俄罗斯这种联动的效应，应该说对日本来说是应该感觉有点猝不及防。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认为，中俄海军联合巡航凸显双方对相关国家屡屡挑衅的软威慑。近年来，日本政府右翼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前不久，美英澳组成 AUKUS 联盟，在亚太举行多场演习，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和地区紧张。中俄此次联演不排除是对日本的警告信号。那么，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东亚地区能够维持或者说有意愿维持地区和平的国家，在这个涉及到联合军事演习巡航等领域有一些比较直接的合作。那么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日本联合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包括前阵子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周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演习等操作其实是一种在这个规则范围内的一种反制。因为过于担心中俄两国军舰的日本列岛一周游，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开始向美国正式求救。周一，岸信夫在防卫省与正在访问日本的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岸信夫忧心忡忡，不仅深恐中俄军事合作，还提到了朝鲜潜射弹道导弹，认为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日趋严峻，有必要寻求美国的保护。让日方失望的是，德尔托罗则轻飘飘地回应称，美日之间的海上合作很重要，我们将继续努力加强伙伴关系。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周二则说，对中俄这场军事行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一直也是这样做的。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这个联合的军事演习等等，在美国看来都是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一个现象，所以美国才有比较平淡的反应。不满美方冷淡态度，多家日本媒体日前向岸田政府呼吁，要把日本从南到北的5条国际水道——中国海峡、津轻海峡、对马海峡东水道、对马海峡西水道以及大隅海峡全部收回，划归为领海。因为日本将以上提及的5条水道列为国际水道，很大程度上就是为美国舰艇穿航提供方便。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承诺无核3原则，但同时又秘密与美国达成安保条约。因为根据二战体系对日本进行制约的无核3原则，不准有任何核武力量进入日本领土或领海。而为了能让美军核潜艇或携带核武器的战舰穿航，才将这些深入日本4个大岛的狭水道列为国际航道。日本没有想到，当年为美军留的后门，如今却为中俄军舰绕日本巡航开了方便之门。